刚靠着12岁少年7战全胜，横扫欧洲豪门，刷屏全网，让无数球迷热泪盈眶的中国足球小将转头就被针对了。带队夺冠的董路开播短短几分钟，直播间热度直冲10万在线，礼物刷屏不断，全网都等着听夺冠背后的故事，感受久违的国足荣光。结果直播间瞬间黑屏，直接封禁。短短1小时，全网舆论彻底撕裂，各种猜测满天飞。有人愤怒吐槽实干者被针对，有人质疑主播口无遮拦闯祸，越传越离谱。但抛开情绪，只讲事实，这场看似憋屈的封号风波，根本不是大家想的同行打压、体制针对，也不是简单的说话违规，而是一次实打实有明确法规依据、可追溯的跨境合规风控事件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小编先来说几个流传比较广的说法。第一，网传董路因为民间青训太亮眼，动了圈内蛋糕，被刻意限流封号。这个说法情绪拉满，却完全不符合事实。小编猜测，大家之所以愿意相信这个版本，是因为大家太心疼这支草根队伍了。9年时间，自掏5800万，零学费培养孩子，不签捆绑合同，不靠国家拨款，硬生生在欧洲赛场打出7战全胜的成绩，碾压一众高薪体制内梯队，这种反差让所有人共情。但情绪归情绪，合规归合规，平台封禁账号只依据规则和法律风险，不会参与行业纷争，更不会针对性打压正能量内容。第二大谣言，董路直播口无遮拦，说错话被强制封禁。看过全程直播的网友都清楚，这次开播全程没有争议言论。董路刚开播就反复劝阻网友停止刷礼物，多次强调自己不是来变现圈钱的，全程只讲孩子们在意大利赛场的拼搏细节，海外参赛的艰辛经历，分享夺冠的喜悦，没有过激发言，没有争议观点，内容全程正向正能量，满屏礼物、超高热度都是网友自发的支持，是大家为中国足球久违的胜利自发喝彩，不存在主播引流圈钱、违规发言的情况。所谓口无遮拦被封，只是没有依据的主观猜测。第三大谣言，流量太高触发系统机制风控，属于算法误判。短时间10几万观众涌入，礼物数据暴涨，确实会触发常规风控，但不会直接永久封禁多账号。真正让直播间彻底关停，多个备用账号同步沦陷的核心原因是精准、有凭证、针对性的合规举报，叠加欧盟严苛的跨境法规约束，平台别无选择，只能一刀切风控。本次意大利杯直播封禁，核心只有2个合规问题，没有任何阴谋论。第一，赛事直播无官方转播授权，董路团队在海外赛事现场进行公开直播，未提前取得赛事组委会的书面转播授权，属于私自转播商业赛事，触碰了版权合规红线。第二，违反欧盟 GDPR 未成年人肖像保护条例，这也是最致命的一点。欧盟法律明确规定，在欧盟境内公开商业直播，画面中若出现14周岁以下外籍未成年人，必须取得每一位孩子监护人的单独书面授权，缺一不可。违规主体最高可面临2000万欧元，或是企业全球年营业额4%的巨额罚款。本次意大利赛事直播画面中包含大量外籍参赛小球员，团队未完成全套监护人授权手续，直接公开直播，属于明确违规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不是首次踩线。年初西班牙曼努埃尔杯赛事中，董路团队曾开展付费直播，同样存在无转播授权、无未成年人肖像授权的问题。当时西班牙赛事方已发布官方声明与律师函，平台也已作出处罚，关闭海外付费直播权限，并重点预警，本次意大利直播属于重复触碰同类合规红线。本次批量举报并非网友自发行为，而是由前国脚王小龙团队发起。举报材料附带西班牙、意大利赛事组委会的官方盖章文件和完整法律依据，证据链完整合规。抖音等主流平台在欧洲拥有业务布局，必须严格遵守欧盟法规，
面对完整合规举报和巨额罚款风险，只能优先规避平台风险，紧急封禁相关账号，下架赛事直播内容，不存在主观针对。很多人愤愤不平，觉得实干者受委屈，擦边虚假带货的主播却流量不断，这一点小编完全可以理解。深耕青训9年，自费千万为国争光，夺冠奖金全额分给孩子的董路，确实值得全网尊重。但我们必须分清情感对错和法律合规的区别。大家心疼的是坚持实干的人，反感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乱象。这份情绪完全合理，可合规规则，不分情怀，不管初衷好坏，触碰红线就会触发处罚机制。客观来讲，董路和足球小将的功劳不会因为一次合规失误被抹杀。9年300多场国际赛事，免费培养11名U17国脚，刷新欧洲赛事夺冠纪录，这些实打实的成绩是所有网友有目共睹的。本次封号不是对夺冠成绩的否定，不是对青训模式的打压，只是一次需要正视整改的合规漏洞。情怀值得尊重，规则必须敬畏。小编也希望团队后续补齐海外赛事转播、肖像授权的全套合规流程，让这群拼命拼搏的少年下次可以光明正大、完整圆满地接受全网的掌声与喝彩。褪去封号风波的争议，这场欧洲夺冠之旅还藏着2段最温柔的幕后故事。首先刷屏全网的是2位温州瑞安老板的暖心双向奔赴。中国足球小将全队远赴意大利参赛，小年纪远赴异地他乡，吃不惯西餐，水土不服，赛前只能天天啃泡面充饥。这一幕被在意大利经商的2位温州老板看在眼里，格外心疼。2人没有丝毫犹豫，主动驱车几十公里赶到球队驻地，把所有孩子接到自己的餐馆免费就餐。董路当时执意要结算餐费，被2位老板直接拒绝。从那之后，2位老板主动当起了球队的专属后勤，赛前送水，赛后加餐，全程陪伴孩子们征战每一场比赛，默默守护着这群追梦少年。赛前，董路半开玩笑许诺，要是球队成功夺冠，就把奖杯放在店里陈列。谁也没想到，这群少年真的拼出了奇迹，7战全胜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决赛点球大战击败英超豪门埃弗顿，稳稳拿下冠军。因为奖杯体型过大，跨国托运流程繁琐，董路如约兑现承诺，把这座沉甸甸的冠军奖杯留在了温州老板的餐厅里。如今，这座属于中国少年的荣誉奖杯，静静摆在餐厅最显眼的位置，成为了海外华人最珍贵的念想。不少当地华人专程打卡致敬，而2位老板始终低调淡然，只说自己只是做了中国人该做的事。普通人的朴素善意托举起少年的热血梦想，这才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。比暖心花絮更惊艳的是这支冠军队伍里的唯一一抹巾帼亮色，12岁长沙女孩苗倩，在48支欧洲豪门梯队、数百名男足少年的包围中，她成为了整届赛事唯一的女球员，不仅站稳脚跟，还拿下了官方最佳球员奖项，彻底踢碎了足坛的性别偏见。今年12岁的张苗倩，从5岁就开始和男足队员同台训练、同台竞技，身体素质、球商心态丝毫不输同龄男生。最初他司职前锋，董路教练发掘出他超强的预判能力、精准卡位和沉稳对抗的优势，特意将他调整为全队最重要的中后卫位置，成为球队后防核心。中后卫作为球队最后一道防线，容错率极低，压力巨大，但张苗倩扛起了重任。8强战对阵葡超布拉加梯队，对手锋线攻势连绵不断，凭借桑巴足球的灵动打法，多次发起猛攻。张苗倩牢牢守住防守区域，全程零失误，硬生生扛住对手多轮冲击。决赛对战人高马大、拼抢凶狠的埃弗顿梯队，他多次提前预判，精准断球，瓦解对手致命进攻，全程表现稳如磐石。赛事数据表示，张苗倩的断抢成功率位列全队第一，是球队7场仅丢2球，稳稳夺冠的最大功臣之一。赛后，他毫无悬念拿下赛事最佳球员，被网友称作女版范戴克。前国脚徐亮也公开称赞，称她是极具潜力的女足好苗子。赛场之上的她，眼神坚毅，气场沉稳，带队呼喊调度，稳住防线。赛场之下的她腼腆温柔，面对采访轻声说话，满脸羞涩。她直言自己的梦想是未来身披国足战袍，站上世界杯赛场，向世界证明中国女足的实力。从5岁跨界对抗男生到12岁登顶欧洲赛场，张苗倩用实力证明，竞技体育从无性别之分，唯有实力说话。
一座奖杯承载着海外华人的温柔善意，一名少女彰显着中国少年的无畏锋芒。抛开所有舆论与争议，中国女足小将带给我们的从来不是流量和热度，而是久违的纯粹与希望。这群10几岁的孩子不靠资源，不靠光环，只用汗水和拼搏，在欧洲赛场为中国足球挣回尊严。这就是中国足球最珍贵的未来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